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赚钱串必爆发的发大财手相。一、钱财纹多且深直，俗称钱串。钱财纹位于小指的根部，钱财纹代表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能力。钱财纹越多，赚钱的能力就越强。这种人命中拥有巨大的财富，有贵人相助。这种人能够抓住机会，生活相对平稳，很容易致富。二、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一个人赚钱的能力。如果太阳丘隆起，说明这个人红润有血色，则表明这个人赚钱的才能会比较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算是在外求财，也能赚得不少的财富，一生总有钱财入账，不用发愁没有生意做，天生就是有钱人。三、中指长。一般而言，中指代表权力和名誉。如果中指较长，则代表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个人目标较强，事业心较强的人。只要他们肯努力，就会取得好成绩。有这种手相的人对如何做事有自己的看法，不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迷失自我，且有能力做大事。如果能够抓住机遇，财富会迅速积累，迟早会突破数百万。四、手掌凹陷。如果手掌伸直，手掌中间有一个凹陷。如果你手掌把水倒进去，你储存的水越多，你的财富就越多，天生就是聚财宝盆。有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强的聚财能力，可以储存钱，知道如何合理管理钱。当然，这种人不担心没有办法赚钱。五、手掌厚实。如果手掌厚的人，意味着这种人的事业运与财运的基础比较好，有灵活的赚钱头脑，巧抓钱，财富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赚取更多的钱财。有这个手相的人，性格上沉稳，懂得利用好的赚钱时机，早晚能够成为有钱人，就算是白手起家也不怕。六、男人穿字形手相的最有钱。穿字形的手相，这种手相一指手掌中的三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悟性高，直觉好，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平步青云，财运才会越来越好。因此这类男人不缺钱花，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七、男人手指并拢且没有缝的最有钱。除大拇指外，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拢，如果中间没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男人存钱能力中强，他们特别的擅长理财，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男人偶尔还会给你惊喜，会是个有钱人。第二，12种富贵手相。一、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二、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三、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有三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
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手中有一线，才显富贵线。一线指什么线？可信吗？相术作为一种特殊传统文化，已经有着数千年历史了。老祖宗把一些相术以俗语的形式传播开来，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俗语是老祖宗生活经验的总结，又经过了数代人的传承，才流传了下来。这些俗语在过去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语不仅浅显易懂，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俗话说，手中有一线，才显富贵线。这一线指的是什么线呢？老祖宗的流传下来的相人术到底准不准呢？一线指的是人手掌上的一道掌纹。命理手相学认为，人的手掌纹路中包含3大主线，分别是天纹、地纹、人纹3线。一人纹线，它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智慧线。它位于手掌中央，起于食指第3指关节腔的边缘，向小鱼际呈抛物线延伸，伸向中指、无名指或小指下方。二天纹线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西方名字，叫做感情线，又称爱情线。人纹线起于手掌的尾指基部的侧面，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以稍微呈弧线形、抛物状的向前延伸，最为标准。其线末端在中指下方或食指下方。三地纹线，它的众人皆知的名字叫做生命线。地纹线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阴阳学中，地纹线还是震位和巽位的分界线。地纹线包绕了整个大鱼际，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腕横纹处。当手掌纹路中没有地纹，也就是没有感情线时，人纹从手掌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宛如一道伤疤，把手掌分为上下2段。手相学家把这种掌纹称作断掌纹。其实感情线并不是没有，而是和智慧线重合了。如果没有重合，则称为假断掌。手中有一线中说的一线，便是指断掌纹。古人认为，拥有断掌的人热情又冷淡，善于与人交往，而且主观意识较强，有自己的主见，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突出，爱恨分明且有责任感，对目标比较执着。这样的人可以做成大事。不过，断掌纹对男女又有不同的解释。如果男子拥有断掌纹，则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强，有上进心、责任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女子拥有断掌纹，则代表命硬、独立性强，性格倔强。俗话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手掌是人身体最活跃的部分，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职业习惯都能通过手掌反映出来。比如，农民由于长期从事高难度的劳动，手上的指纹已经磨平，并且长出了厚厚的茧子，所以掌纹比较模糊。白领手掌的指纹比较清晰，纹路较深。钢琴家手掌的掌纹比较混乱，这和后天职业习惯有关。
手掌的纹路不仅受先天因素的影响，也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以单凭掌纹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并没有科学依据。相反，迷信思想的成分反而更大一些。老祖宗的相人术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在过去那个科学文化水平有限的年代，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思想，比如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男子断掌做相公，女子断掌守空房等等。这些迷信的相人术虽然流传至今，但是它们只能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了。俗语作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认真分析和总结，把其中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第二，女人手掌通天纹命好吗？手纹会影响我们的人生道路迈向，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掌纹的一种。在其中，夫子眼指的是拇指的手纹，通天纹则是以月秋道中拇指的曲线图纹。女性手掌心上出现夫子眼和通天纹意味着啥意思？带住疑惑一起来看看手相算命怎么讲。一、通天纹掌纹。说到通天纹，常有那么一个见解，手里有通天纹的人能够封界。实际上，通天纹又叫穿前线，是手硬起来通道中拇指的一花纹。有这样纹的人，一生不急需用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两手都是有，其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继续给他人产生好运气、财气。具备通天纹的人，许多是非富即贵的优秀人才，许多成功者常有通天纹。通天纹大部分是先天性就会有的，后天性产生的非常少见。听说先天性就会有通天纹的人，尤其是两手常有通天纹的人，由于上辈子的福报、公益慈善，铸就了此生的荣华富贵和好运气。另外，也会伴随着时间，福寿才慢慢提升。这类人发展前途无量，终生财富许多，工作方面大有可为，一辈子钱财持续，年龄越大就越颇具。左手和右手的通天纹各自含有不一样的实际意义。二、夫子眼掌纹。从古到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然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出众的佳人才子的叫法。一些平常人也可根据后天性的勤奋，越来越很聪慧。这样的人，即便右手没有夫子眼，在意味着后天性的左手上也是夫子眼。此外，夫子眼显著、详细的人，体质好，幼时家世富有，成年人后能有一番工作。夫子眼的纹理浓淡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能力与自控能力基础薄弱。夫子眼的纹理参差不齐或破裂的人，健康状况较差，且易衰老，年轻时便需好好的维护保养。在手相学上，夫子眼和通天纹全是好意头的手纹，日常生活是非常少见的。假如一个人另外有两种手纹，必然是大富大贵的八字命局。第三，女人左手纹代表什么？看手纹的两大定律，左右手的在手相里代表意义为左先天，右后天。所谓左手先天，右手后天，比较白话的就是说，右手的影响比重较高，左手影响力较小。智能线质又称脑纹，是长相中最重要的一纹。中国手相中此纹代表自己，又称人纹。起点与生命线同，向小指方向走，至无名指与小指指缝间停。太短不够聪明，太长则精明过度，亦不好。女人左手手掌纹解析：女人左手手掌纹分为十字纹、星纹、岛纹，其中手掌上两条短短的纹路交叉而成的，其吉凶意义根据所在的手掌部位而有所不同。因此，左手断掌是个好手相，这是相对于女人来说。财运纹，财运纹讲的就是财运，
这条线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财运线一般位于无名指下方直接向上生长的竖线纹路。如果你的手上有这条线，代表着你具有经商致富的能力。智慧线长度适中，往往预示着此人有很好的进取心。而如果有多条支线，则说明能力强，待在家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智慧线尾部上翘，那说明很懂得把握机会，有很强的金钱欲望。女人左手手相图解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据了解，一般在监狱中的女子，她们的牢狱纹均显示在左手。经历长时间的总结凝练，已经非常成熟了。左手代表老公运势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婚后丈夫的运气也能在女人左手中有所体现。第四，女人左手手相代表啥？左手感情线代表自己，原因是男性主要受父亲的遗传，所以以左手为主导，而女性则受母亲的遗传，所以右手代表女性。这是因为传统认为左方代表父亲和男性，而右方代表女性和母亲。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论点。女人左手手相各种解析看手相，一般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在30岁以后则为左手为主。另外，在结婚后如果看左手，则反映的是丈夫的运气。一个人的手的线条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许多特征和财富。在民间一直有男左女右这样的说法，而又有一句话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掌上的纹路，比如线条的形状、长短、粗细等等来进行判断，主要是提示你发大财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中只要有此9大财富纹中的其中之一，你这一生中就非常有可能发大财。与此同时，从这些财富纹中还可以解读出你发大财的方式、发大财的程度、发大财的相关因素等等。对照手相的财富纹，了解自己的发财路，把握机遇，点亮人生。一、财运纹，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你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二、星形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三、井字纹，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纹、十字纹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四、田字纹，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口字纹等之类，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五、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六、黑字纹，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字纹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然自然握拳时，黑字纹正好在拳头内。七、公印纹，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
八、玉桂纹。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九、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亦因得长辈之印币，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第二，隐藏在五指中的秘密，看完不要太吃惊。一、大拇指。大拇指是我们五指中最粗大的，大拇指形状长而坚挺的人，代表着年幼时运势顺利，学业有成，也是比较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的一类人。而大拇指较短的人，则较喜欢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反之，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冷静沉着。反之，第二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也比较不理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就代表作者他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代表越保守，越依赖，缺乏开创力，个性沉默，甚至带有神经质。但是拇指如果过长的话，则有虐待倾向。二、食指。食指又称为人指、头指等。食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兄弟姐妹相处融洽，或朋友对自己有帮助，对于感情也能认真负责。食指较长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抱有很大希望，但爱指指点点，发号施令。食指较短的人，较懂得理解他人感受的，但自己却容易感到孤单，需要伴侣的保护。如果食指的长度比中指更长，这代表其人是有权力欲。而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有管理能力，能驾驭部属，但不会继承父业，会白手起家。三、中指。中指位于手掌中央，又称长指。中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心思细密，能坚持到底，但这种人比较自我，不易接受新事物。而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做事也较为冲动，凡事喜欢凭直接来判断。如果中指显示的比其他手指特别突出而粗的，这人是善于计算的。四、无名指。无名指又称环指。无名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事业荣昌，家庭和乐，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婚姻欠和谐美满。无名指尖端与中指一样长的人，主观意识强，性喜投机冒险，但缺乏耐性。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缺乏管理能力，比较管不动部属。五、小指。小指又称为指、小拇指，位于尾端最细小的一只手指头。小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可享高寿，子女贤孝，可以安享晚年。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
代表老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并需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尾指与无名指之间有明显的空隙的，代表其人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感到困难。尾指的第一节骨节明显的比第二节骨节长，明显的表示这人是有语言天分的。如果尾指在正常情况下有轻微弯曲的，代表这人做事时是容易偏心。小指尖端超过无名指第一节节纹的人，可以在公职领域或企业发展，可富可贵。第三，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一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二，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三，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四，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五，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六，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世事无相，相由心生，可见之物，实为非物；可感之事，实为非事。相不做独论，看相要综合整体手部判断。就手相而言，下面列举几种能发财的手相，给大家一些参考。一点，手部多肉，手上肉骨均匀的人是福人之相，一生福厚，衣食自来，一生不曾劳累辛苦，气运自来便很强盛。这种人生活悠闲，无忧食禄，为大吉之相。二，手中元宝纹。元宝纹是由2条或3条主线，分别为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加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元宝图形。金元文宝一般为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或盆形，元宝形状越大，代表财产也就越多。如果四处封闭，四角不漏，属于很好的财库，代表着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也很容易存着钱。真所谓古相书中所言，元宝在手，车房尽有。三，手心存水。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那么真正的手心存水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
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4.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文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文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第2，从手指看个人性格，切忌小心四指紧闭的人。手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的手指中看出来，毕竟每个人的手指都是不同的。手指紧闭的人的性格怎么样呢？1. 四指紧闭。若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四指紧闭，并且屈附中指的话，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都是一个一意孤行且自鸣得意的自大之辈，遇到要多加小心。2. 每个手指都长。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长的话，就说明此人心态方面比较好，而且做事情都比较细致，还很注意自身的仪表。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特别长，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和谐的，有这样手相的人，就说明此人是一个过分注重细节、吹毛求疵的性格。3. 每个手指都短。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果断迅速之人，而且还敢作敢为。不过有此手相之人因做事过于果断迅速，不免会出现急躁的毛病。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过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虽然也会具备1点以上的优点，但是也不会比伪君子好太多的。4. 手指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比较弯曲，而且还比较难看的话，就说明此人大多都是一个性格残暴之人。如果再配上掌形又比较差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多会有一些犯罪倾向。5. 手指向内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向内弯曲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大多都是狠毒、残暴之人。但是如果有这类手相之人的指身纹绣的话，就说明此人不仅不是残暴狠毒之人，反而会是一个有深谋远虑之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中我们的手指有长有短，有胖有瘦，根据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我们手指的形状也是不同的。第3，从手相看一个人是否能婚姻幸福。一夫妻宫肌肉饱满，气色光润明鲜，这类人配偶相当聪慧贤淑，丈夫则是温柔体贴，夫妻生活美满，感情佳。如果在眉毛与眼睛大小宽窄相配的话，那么就是郎才女貌的上好婚姻。2夫妻宫位置低陷，肉少皮薄，俗话说奸门洼，嫁两家。奸门既是夫妻宫，这个部位低陷的人婚姻生活易生障碍，需防止离婚。早则7年内离婚，晚则中年离婚。3夫妻宫偏狭窄。夫妻宫位置非常狭窄，代表婚姻晚或者二婚。如果嫁的人年龄偏大或者晚婚，婚姻能勉强长久；如果嫁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则婚姻多坎坷。4夫妻宫见青金，预示配偶多病，或者最近运气不佳。5夫妻宫眼尾朝下，抠门吝啬是其最大特征。眼角比较朝下的面相，往往怨天尤人，专门看对方的短处，婚姻生活中难免出问题。6夫妻宫有黑斑或疤痕，如果正常的胎记就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婚姻。如果是后天形成的色斑，就是婚姻不佳的标志。双方易吵架、出轨。7夫妻宫肤色较黑，或者原来白后来变黑，情感不牢靠，导致婚姻不幸。结婚多次，
或者甚至孤独终生。8、夫妻宫见鱼尾纹十分劳碌，无暇顾及感情，终会导致劳燕分飞。夫妻宫的鱼尾纹特别深的话，就是二婚或者多婚的符号。9、夫妻宫皮肤光滑出油，且较白较厚，容易姐弟恋或者老少恋。因其性欲旺盛，容易导致众多异性介入其生活，很容易为第三者。夫妻宫到了年龄偏大的时候，依然光滑无痕的，代表多情多欲。10、夫妻宫有十字纹会用武力征服异性，而且凶狠无比，容易出现家暴。奸门破相婚姻有始无终，遇事难以白头偕老。两个人之间投缘度通过手相就能看出吉凶，想知道你和他是佳偶天成还是一对冤家吗？一互相体贴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即深入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感情线算是标准型。谈恋爱时不太敢表白自己的情感，所以是相亲结婚型。婚后会相互体贴，爱情弥深，至死不渝。如果智慧线下降，就更为圆满了。2、能互补任性爱情的一对标准型与常常伸出的感情线，即感情线伸长到木星丘，表情爱深浓，意志坚定。不管谈恋爱或结婚，都喜欢以自我为本位，相当任性。婚后不久即想生儿子育女。这样的人若能配一个拥有标准感情线的对方，会自然产生容力，体贴对方，即使生活里碰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复如常。3、互补爱情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与短感情线。终极大致说来，感情线停在土星丘的人较容易心焦气急，谈恋爱总以自我为本位，情感起伏相当大。拥有标准感情线的人，一旦结婚会很体贴对方，所以可弥补对方的任性，建立圆满家庭。如果男性的感情线短，可能会因不满对方而在外拈花惹草。4、虽有情但倔强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凶感情线愈长，表示情爱愈深，也有实行力，但如果对方不肯轻易让步，可能就起反感而意气用事。如果双方的感情线都长，会因不肯轻让而诉诸于暴力。但如果一方智慧线上升，一方下降，则意外的能情投意合。5、个性相反却美满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和短短的感情线。终极感情线如果伸到木星丘，表示处事积极，很能实践；若停在土星丘上，则表示感情不稳定，神经兮兮。互有以自我为本位又任性的地方，虽然偶尔也起争执，但利用情投意合来互补，情感的凝结力还是很强。6、无法维持长久的一对，短短的感情线，凶感情线若停在土星丘，大多以自我为本位，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所以你对他可能有好感，但他却是毫无反应。如果双方都有这一型的感情线，即使结合了，也很难维续长。7、个性都倔强的一对，断掌，凶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侧向掠过，是典型的断掌，很有性格，也很执着，又有经济观念。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可能起两极端，胜了就为王，败了就为寇，甚至落得精神分裂。如果两个人都是断掌，就不能互相弥补了。8、适应独霸型对方的一对，断掌和标准型的感情线，即断掌的人大多身怀一技之长，经济上很能获得成功。他的爱情是单方面的，只要爱上对方，一定不择手段想得到，有点冷热无常。若想与这型人配合，当以个性温和、适应力强的标准型为佳。标准型的人最能弥补喜欢走极端的对方的缺点。9、能化解对方顽固作风的一对，断掌和长长的感情线。终极断掌的人头脑好，虽然顽固，却经济充裕，
很可能在实业方面有大成就，只是他总喜欢把钱字挂在嘴边，贪得无厌。木星丘发达的感情线，多的是有行动又能领导的人，很能化解断长者的顽固作风。10个行骑士的一对，断掌和短短的感情线，凶断掌感情线短的人，很不懂得忍耐，为人任性，说话老是不让理，怎能好好相处呢？只是断掌的人相当能干，常因不怕风险而在实业方面有所收获。虽然要忍一忍就可以和好相处，但问题是叫他们忍一口气真比登天还难。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